您好，很高兴能为您提供配音服务，选择您感兴趣的音色，让我们一起开启声音创作的奇幻之旅吧。温蒂的招牌人物是那个红色双马尾的小女孩，这是创办人根据自己的女儿形象设计的。那种温馨的家庭风格在台湾素食市场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温蒂在1980年代进入台湾，鼎盛时期也曾经有10多家分店。它的另一个招牌商品是辣味鸡块与招牌方块薯条，那种口感跟麦当劳的薯条完全不同，吃过的人都会怀念。可是温蒂面对的问题跟哈蒂一样，价格高，品牌力不足，行销预算远远输给麦当劳。最终温蒂汉堡在2000年前后彻底退出台湾市场。有趣的是，几年前温蒂曾经一度传出要重返台湾的消息，许多老粉丝兴奋了好几天，社群媒体上满满都是回忆文，大家疯传当年温蒂的菜单照片，但最后也只是空欢喜一场。直到今天，温蒂汉堡都没有再回到台湾的土地上。对于那些还记得方形汉堡肉饼的人来说，那真的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，是一个你永远等不到回来的老朋友。第6名，我家牛排。我家牛排这4个字曾经是台湾平价牛排的代名词。它最强的时候，全台湾号称超过80家分店，主打一份不到200元就能吃到的牛排套餐，附加沙拉吧、红茶玉米浓汤、双麒麟无限畅饮。对于那个年代的学生族、上班族、小家庭来说，我家牛排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它不像斗牛士那么贵，又比夜市牛排有档次，刚刚好。我家牛排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记忆点，就是它的面包浓汤那种无限续加的吃法。许多学生族下午没吃饭就跑去我家牛排，点一份最便宜的鸡排套餐，然后就拼命续红茶、续浓汤、续沙拉，一个下午就在那里吃到饱、吃到撑。然而从2010年代之后，我家牛排开始走下坡。一方面，年轻人的口味越来越多元，不再满足于传统的铁板牛排。另一方面，我家牛排的食材成本控制出了问题，肉质、沙拉吧的品质都被消费者抱怨，再加上租金成本飙升，许多分店一间接着一间关闭。今天的我家牛排，全台湾只剩下少几家分店在苦撑。它没有像金钱豹那样轰轰烈烈的倒下，也没有像上格屋那样留下感动的告别，它就是一直的萎缩，从80家剩下50家，从50家剩下20家，从20家剩下今天勉强还在的几家。这种慢性的死亡比突然的消失还要让人难受。每一次经过某条街，发现曾经那家熟悉的我家牛排招牌不见了，心里就揪一下，又一个少了。许多人甚至没机会跟那家分店说再见，因为它就是某一天没有任何征兆地把铁门拉了下来。第5名，红蜻蜓西餐厅。如果你是住在台北信义区、东区那一带的人，你或许还记得这个名字。红蜻蜓在1980、1990年代是台北最潮的西餐厅之一，不是饭店那种高级料理，也不是 CD 这种连锁品牌，它就是一个在当时非常有设计感、非常有氛围的西餐厅。红蜻蜓的装潢非常有特色，深色木头、酒红色皮椅、昏黄的灯光，桌上那盏小小的烛台，整个氛围走的是那种美式酒馆加上欧式餐厅的混合风格。许多人的求婚就是在红蜻蜓完成的，许多夫妻的第一次约会也是在红蜻蜓。当年要在红蜻蜓定位，至少要提前2个礼拜。它的招牌餐点包括奶油蘑菇汤、红酒牛排、海鲜焗烤饭，每一道都做得非常用心。可是当台北的餐饮场景开始剧烈翻转，当文青咖啡厅、日式无菜单料理、意式精品餐厅一间一间冒出来，红蜻蜓那种偏向传统美式风格的西餐就显得格外尴尬。它的菜单没有跟上时代，它的装潢老化，它的客群也在老化。最终红蜻蜓在2000年代陆续关闭所有分店，连一个正式的告别公告都没有发。今天你跟一个30岁以下的人提起红蜻蜓，他大概只会想到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那首歌。但是对于那一代人来说，红蜻蜓代表的是一段最美好的青春时光，是那个还没有手机、还没有打卡、
还没有外送平台的时代最深刻的仪式感。许多当年在红蜻蜓求婚的夫妻，现在已经结婚20几年了，他们偶尔还会走过那条街，指着当年的位置告诉孩子，看，爸爸当年就是在这里跟妈妈求婚的。虽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手摇饮料店。第4名，可丽亚，重头戏来了。可丽亚这个品牌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，是台湾涮涮锅与铁板烧的代表。当年要约女朋友吃饭，可丽亚绝对是首选之一。它的氛围非常独特，桌边有一个圆形的铜锅，师傅在你面前现场煮食，那种仪式感是其他餐厅给不了的。可丽亚最强的时候，分店开遍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高雄，几乎每一个百货公司的美食街都看得到它的身影。它的铁板烧套餐更是经典，从前菜的玉米汤、洋葱炒蛋，到主餐的牛排、海鲜，再到后面的炒饭、水果，每一道都是现场制作，每一道都有满满的幸福感。可丽亚最让人怀念的地方是那种互动式的用餐体验，师傅一边煎肉一边跟你聊天，遇到生日的客人还会特别表演甩刀子、甩鸡蛋的招式，全场一起拍手欢呼。那种氛围是现代化的连锁餐厅永远复制不出来的。许多5年级、6年级生的婚礼、提亲、相亲、第一次见家长，都是在可丽亚完成的。可以说，可丽亚陪伴了整整一个世代的台湾人，走完了人生最重要的几个阶段。然而，到了2000年之后，可丽亚开始遇到一系列的问题。首先是涮涮锅，市场被太多新品牌瓜分，12锅、锅妈妈、麻辣这些新兴品牌一间一间冒出来，可丽亚的市场被瓜分得体无完肤。其次，可丽亚的经营层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动，内部管理不顺，导致服务品质与菜色都开始下滑。许多老客人去吃完一次之后，摇摇头说，还是当年好。最致命的是，可丽亚的品牌形象没有跟上时代，它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被遗忘。最终，可丽亚的分店一间一间关闭，从巅峰时期的数十家，萎缩到今天只剩下零星几家还在挣扎。当年那个让无数情侣留下美好回忆的可丽亚，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只活在40-50岁台湾人记忆里的名字。第3名，东尼罗马餐厅，英文叫做 Tony Roma's。 这个品牌可能很多人没听过，但是它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，可是台北最高档的美式餐厅之一。 Tony Roma 是来自美国的肋排专卖店，全球有数百家分店，主打的就是那种大块大块、油亮油亮的烤肋排，配上特制的酱汁，吃起来真的是满嘴幸福。 Tony Roma's 在台湾最有名的分店开在台北精华地段的百货公司里，当时要定位，周末根本不可能订得到。它代表的是一种国际化、高品质的美式风格，跟我家牛排这种平价路线完全不同。Tony Roma's 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招牌菜，就是那种炸到金黄酥脆的洋葱圈，做成一座小山一样堆在盘子上，每一片都香得不得了。许多老客人就是专程去吃那个洋葱圈的。然而 Tony Roma's 的问题在于，它的价格实在太高了，一份肋排套餐要将近1000元，这个价格对于台湾的中产阶级来说，已经接近高级餐厅的水准了。当2008年金融海啸来袭，许多人开始缩减消费， Tony Roma's 的客流量就开始急速下滑，再加上租金压力、食材成本上升， Tony Roma's 在台湾的营运越来越困难。最终 Tony Roma's 在2010年代初期默默撤出台湾市场，连一个正式的记者会都没开。对于那些曾经在 Tony Roma's 庆祝纪念日、求婚、过生日的人来说，那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最讽刺的是，今天你在台湾搜寻 Tony Roma's， 连一张像样的中文照片都很难找到。这个品牌在台湾的记忆几乎被完全抹去了。第2名，乐雅悦家庭餐厅，英文叫做 Royal House。 乐雅悦这个名字对于6年级、7年级生来说几乎是神圣的存在。它是日式家庭餐厅的代表，从日式汉堡排、咖喱饭、意大利面到圣代冰淇淋，乐雅悦的菜单就是一个小型的日式家庭餐厅百科全书。乐雅乐在台湾最强的时候，
全台湾超过10多家分店，每一间都装潢得温馨可爱，是无数小朋友最爱的地方。许多人对月雅月的回忆，就是小时候考试考好了，爸妈带你去吃圣代冰淇淋，那种金黄色的香蕉船，铺上3球冰淇淋，淋上巧克力酱、草莓酱，再插上一片威化饼，那种画面是任何现代化餐厅给不了的童年感。月雅月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定，就是它的儿童餐会附赠一个小玩具，每个月主题都不一样。许多小朋友是为了收集那个玩具，吵着要爸妈带去吃饭的。月雅月的服务生制服也是一大特色，深红色的围裙，白色的衬衫，整齐的领结，那种日式的细腻感让人一进门就觉得舒服。然而月雅月在2010年代开始遭遇困难，日式家庭餐厅的概念被新一代的消费者认为过时，年轻人宁可去吃寿司郎、长寿司、丸龟制面这些更具特色的日式品牌。再加上雅乐的母公司在日本本土也经营吃力，无法持续支持台湾的展店计划。雅乐的分店一间一间关闭，从10多家萎缩到5家，再到3家，再到只剩下少数几家，直到近年雅乐在台湾已经几乎彻底消失。最后几家雅月关门的那段时间，许多老顾客特地带着孩子去吃一次最后的香蕉船圣代，他们流着眼泪对孩子说，这是爸爸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。那种画面真的非常感人，孩子吃着冰淇淋，开心的笑着，而坐在对面的爸爸却一边微笑，一边偷偷擦眼泪。一个跨越世代的童年记忆，就这样在最后一勺冰淇淋融化的时候，永远的画下了句点。月雅月的消失，不只是一家餐厅的消失，是整整一个世代童年仪式感的消失。第一名，金钱豹，终于来到第一名。金钱豹这个名字，每一个40岁以上的台湾人听到都会精神为之一振。金钱豹是台湾高级自助餐的天花板，是当年最顶级的吃到饱品牌，没有之一。金钱豹最强的时候，全台湾有好几家分店，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高雄都有，每一家的装潢都极尽奢华，铺满大理石、金箔装饰、水晶灯、红地毯，走进去就像走进一座宫殿。它的菜色更是让人叹为观止，从生猛海鲜的龙虾、帝王蟹、生鱼片，到现切的和牛肋眼、伊比利猪，再到法式甜点，世界各国美酒，现场演奏的钢琴音乐。金钱豹真的是把吃到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。在金钱豹用餐一次，平均每个人要将近2000元，但是当年愿意付这个价钱的人非常多。它代表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是一种炫耀的场域，是一种告诉别人我成功了的方式。许多新台币100万以上的婚宴、商务应酬、家族聚会都是在金钱豹举办的。他的服务生制服都是特制的西装，每一个动作都被严格训练过，倒酒、上菜、收盘的姿态都像是在饭店宴会厅一样，整体氛围就是一种让人心跳加速的奢华。然而金钱豹的陨落比上格屋更惨，比可利亚更戏剧化，惨到让人不忍卒睹。故事是这样的，金钱豹背后的经营者原本野心非常大，他不只想经营自助餐，他还想把金钱豹扩张到中国大陆、东南亚，甚至全世界。在一段时间里，金钱豹确实在中国大陆开了好几家分店，气势如虹。当时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深圳的金钱豹开幕，当地的有钱人挤破头都要定位。台湾的金钱豹一度被视为高端餐饮的国际品牌，可是扩张得太快、太贪、太大，问题就一个一个浮现出来。首先，海外分店的品质难以控制，许多顾客抱怨菜色比台湾本店差太多，海鲜不新鲜，肉品不够档次，服务生训练不足。其次，巨额的扩张资金压得集团喘不过气，财务开始亮起红灯。再来，台湾的高级自助餐市场本身就在萎缩，新一代的消费者宁可花同样的钱去吃米其林餐厅，而不是吃一堆吃不完的吃到饱。多重打击之下，金钱豹的业绩从2015年前后开始急速下滑。接着最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，
金钱豹的营运被传出涉及复杂的财务纠纷，许多分店被迫仓促关闭，员工被欠薪，供应商被拖款，许多消费者手上拿着储值卡，却发现你的卡作废了，这家店明天就要关了。一夜之间，金钱豹从台湾高级自助餐的代名词，变成了一个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烂摊子。在2017年前后，金钱豹宣布所有台湾分店全面关闭。最后几天，许多老顾客拿着快要过期的储值卡蜂拥而至，希望能够把钱吃回来。现场一片混乱，员工在收银台前哭着跟客人说对不起，菜色比平常差了一大截，但客人们也只能摇摇头，安静地把最后一口虾子吃完。当年那种龙虾堆成山和牛切到饱的盛况，到了最后几天，连基本的鲑鱼生鱼片都拿不太出来。许多老顾客一边吃一边掉眼泪，那种画面真的是看了会心痛。那种感觉不只是一家餐厅关门那么简单，那是一个时代的崩塌，是一群人辉煌记忆的最终章。当年那些在金钱豹庆祝结婚纪念日的夫妻，那些带着父母去吃寿宴的孝子，那些第一次发了大笔奖金，兴冲冲带全家去吃一顿的上班族，他们的记忆终止在了那个仓促的告别之中。更惨的是，金钱豹倒闭之后，传出种种争议的消息与诉讼风波，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餐饮帝国，最后留给世人的不是优雅的退场，而是一连串的负面新闻、争议与骂声。一个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故事，没有比这更戏剧化的了。从台湾最顶级的奢华自助餐，到一夜之间连吃进嘴里的最后一口虾子都带着酸味，这就是金钱豹留给台湾人最后的记忆。许多当年在金钱豹办过婚宴的夫妻，他们的结婚照片里的背景，那些金碧辉煌的水晶灯，那些大理石的墙面，那些整齐排列的服务生队伍，现在全部都已经不存在了。那些照片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证据，证明曾经有过那样一个辉煌的年代，曾经有过那样一群相信餐饮帝国永远不会倒下的人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台湾最惨消失的10家餐厅。当我们把这10家餐厅摆在一起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，这些品牌几乎没有一家是因为东西不好吃而消失的。双盛的冰淇淋依然甜美，上格屋的烤鸭依然多汁，可丽亚的铁板烧依然有那种仪式感，金钱豹的龙虾依然硕大。它们消失的原因从来不是味道，而是时代的变迁、经营的失误、财务的困境、消费习惯的翻转。仔细想一想，这些餐厅的消失也反映了整个台湾社会的变化。从1980年代的经济起飞、家庭聚餐文化兴盛，到1990年代的西餐厅热潮、约会文化崛起，再到2000年代的高级自助餐当道、炫耀性消费登顶，最后到2010年代之后的网红打卡、外送平台、个人化消费时代。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最具代表性的餐厅，每一个时代的餐厅也都注定会被下一个时代淘汰。没有一家餐厅能够永远站在浪头上，没有一个品牌能够永远抵抗时代的变迁。时代真的是无情的，当你以为一个品牌会永远存在的时候，它可能已经在悄悄地走下坡。当你以为下次还有机会去吃的时候，它可能下个月就要关门了。那些我们曾经以为会永远陪伴我们的味道，那些我们以为老了还能带孙子去吃的餐厅，原来都不是永恒。最让人伤感的是，许多我们今天还觉得理所当然存在的餐厅，可能再过10年、20年也会走上同样的路，变成下一代人记忆里的名字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脑海中闪过了某一家餐厅的名字，某一个跟家人朋友相处的画面，某一段早就忘了的青春回忆，那么请你一定要记得，下一次当你想念某个味道的时候，赶快去吃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再经过那条街，那家店是不是还在那里。也别忘了趁爸爸妈妈还健康的时候，多带他们去吃几顿他们年轻时喜欢的餐厅，因为有些味道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，有些人一旦离开也再也回不来了。